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那今天是我们小宝发烧第4天了，我想说打铁趁热，趁我们记忆犹新，然后还有感觉的时候，对，就趁这个机会分享一下在荷兰的看诊的流程啊，以及我们的一些心得。对，那分享给可能即将要来荷兰的爸妈们，就是对小朋友看诊的流程啊，有一些心里大概有个底，也比较不会那么担心或紧张。然后我们到荷兰呢，首先会先找一间就是家里附近的家医注册，但这个不是强制的，因为我们来了荷兰好一阵子都还没有注册，直到我们比较确定住的地方以后才注册。好像是我们那时候临时租屋附近的家医很容易就满了，家医是可以换的嘛，对不对？对对对，但你一次只能就是注册在一间，这种感觉。就是同一个时间只能注册在一间。对对对，那注册其实就很像我们台湾去诊所看诊，就是填基本资料等等的，这样就完成注册。那他注册是我直接到下一间注册，他上一间就直接取消了吗？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们只注册一间。OK， 对，但我猜应该不会太复杂或太麻烦。那除了家医，那个药局也要注册。对，这个是我们后来拿药才发现，没有注册，他就现场还要填一些资料注册，但也不是太麻烦。好，那我们分享一下看诊的流程。一般荷兰看诊呢，你要先线上挂号或者是电话挂号，就是预约有 appointment 你才可以去诊所。那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线上挂号，我们这几次都是用电话。线上挂号是要用digital ID 才能线上挂号吗？对，就是看诊所。那白天的话就是线上或打电话，但是夜间通常是比较紧急的这种状况。对，那夜间你就可以一样是打电话。那打电话好像就是区域的大医院那边负责接。打的电话是不一样的。对，打的电话是不一样的。那他就会判断你这个是不是要赶快来急诊。对，或者是你可以到白天再看。那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的这2支电话，它都有紧急的服务。例如说你真的是 emergency 很紧急那种状况，你就是按1，然后就是另外转接。别的医院不一定啊，但它通常都是一个紧急的特殊的分类。也就是说，这里即便你要去急诊，你要先预约，先打电话过去，应该是先打电话告知吧？对，对，通常是要先打电话告知，就是先打电话，然后他按1是危及生命那种很紧急，而不是我们自己判断的紧急。对对对，是那种危及生命，很明显就是这个一定要去医院，不用想，那种状况。OK， 那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个人的心得、经验，对，热腾腾。首先刚先有讲到嘛，就是我们打电话挂号预约时段，要先讲一下发生什么事、什么病症，他决定你要不要来看诊。这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因为我本身英文很烂，然后加上这些身体病症的专有名词又不是很熟悉。就算你的英文够好，可以描述小朋友现在的状况，但他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没听懂，就会很困扰。然后对我来说，英文很烂这件事情，在其他方面可能都没那么严重，顶多你就是打哈哈，或者是慢一点才回应等等的。但在这个时候是会危及生命的，就是你一个问题如果回答错，他觉得应该来医院，结果你回答错，他说不用，你待在家，那就相对比较危险。对。那例如说昨天我打电话去预约，他就问一些，我跟他说小朋友发烧啦，然后可能还有精神不太好啊，肚子痛啊等等状况，他就问我说，那我没有做什么因应的措施？我说不算有就是没有给他吃什么。他说那你可以先尝试给他吃 paracetamol。那当时我也听不懂那大概是什么，对，所以后来查一下，那个就是荷兰常见的退烧药。所以只要你有发烧的状况，很容易就会听到这样子的指示或者是单字。他问诊原则上其实打电话，我们都会想要赶快送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危险，或是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但问诊的时候就先观察，先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有点像在问诊了，然后先给你一个初步处理的方法。对，像我们昨天打就是已经发烧3天了，然后已经是晚上打，发烧3天了，然后他判断一下，他觉得就是让观察补充水分，然后等到白天再来看诊就可以了，就不用急诊去急诊。对。然后我们今天白天去看诊，然后到了隔天早上我就打电话去预约要看诊。那就是晚上的那一支电话，他可能留一些记录，他马上就知道晚上有打过。我说 OK， 那你就来看诊，帮我排时间这样。我们晚上打电话去的是医院的，是不是？对，晚上打的那支电话是区域医院，就是有急诊那种比较大的。然后他会把这个资讯 pass 给我们的家医。对，因为他昨天有问我说家医是哪一间，看起来他们是有 pass 过去。所以他有先问过你这个资讯，是不是？对。那我也蛮意外的。那不是也要问家医的？不是要记得家医的名字吗？对，也要记得家医。我记得，可是我不会念啊。对啊，我我说，那你怎么念？H 什么的，然后他就念出来说
对，应该是。我本来跟他说超市旁边的，但他有 catch 到，那就对。OK 好，对，还好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坐标。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去看诊以后，医生就是检查一下，然后觉得，例如说耳朵没有明显的发炎，然后淋巴没有肿大，呼吸没有太夸张的那种缺氧的状况，然后对，他就说这种状况就是你只能靠自己的免疫系统。应该说就是病毒感染啦，这个就跟台湾现在流行的，无论是流感还是腺病毒，我个人自己查查，我觉得像腺病毒的一种，很像腺病毒，反正就是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原则上就是没有特效药，没有那些药就是让小孩子比较舒服的。那真正的要康复，就是要靠小孩自己免疫力。对啊，那他就跟我们说，如果真的不舒服，你可以去药局买那个刚刚讲 paracetamol 这个退烧药。paracetamol 对，那他就没有特别再开处方笺给我们的。对，这个体验就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你只要有挂号，几乎都会拿药回来。我们在台湾拿一些备药来啊，所以这个就是经验比较不一样。这也比较崇尚就是佛性，对，天然好。对，就是帮助不大就尽量不用吃太多药。我们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心很大的父母。对啊，第3天才去，晚上才想说要打电话。而且他烧是40几度左右，不是那种38。对，40.5左右的。对，就那种看到他病恹恹的样子，然后就是。对啊，不过医生看完以后，我们会觉得比较有一个底，就是确定这个是没有这个状况，对，就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有一个专业的人来 confirm 这件事情，对，你就会比较安心一点。那刚刚讲到的英文很困难这件事情，我可以在底下的说明栏附上一些资讯，甚至是类似考古题的东西。那是什么考古题？就是我们的诊所，它其实它的网站上面有写说，一个问答题，就说需要紧急来医院吗？或者你需要来看诊吗？他是给自己评估的一个评估表，对，给每个家长你自己去评估。他问你第一个问题说，是否昏睡不醒？是或否？然后否，你就下一个问题，是否呼吸过于急促等等的。然后就是评估后来，你就会有一个答案说，他会说现在立即要送医院。对这种状况。但对我来说有价值的是，那些问答题当中有很多单字或关键字。有可能你在打电话预约的时候，他都是问类似的问题所以你心里比较有个底。他也是拿这来评估你需不需要来加医。对，基本上一样，只是对一个是人嘛，没有一个是人，然后跟你讲该怎么处理。对，就可以先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还算都蛮有耐心。比较状况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关键字没有 get 到。我们可以在资讯栏放一个我个人来这边之后有一些妈妈们推荐的一个翻译软体，我到现在没有用，但我今天在诊间的时候有用。我就3不5时会看一下，因为医生我们这边医生还算人蛮不错，就是用英文跟你回应，看外国人嘛，他就用英文跟我们沟通。那我就用翻译软体，即时翻译软体，然后稍微看一下那些字是什么，稍微有点帮助。对啊，因为辅助用嘛，你总是怕就有一些关键字没有听懂。对，对。那底下资讯栏我就会附上一些我们最近有用到的关键的英文单词。这个上网查一下就有了吧？不知道，我怕查了以后你觉得太广泛，有一些阿萨布鲁的，我不知道。好，我就蛮想知道大便的讲法叫什么。对，你要跟医生说3天没有大便。我直接讲 poop， 可是我记得好像有更文雅的说法。对啊，我昨天查那个叫 decapite 还是什么的。对，就是这种字你抓不准你的用到多学术或者是多口语，然后被口语的讲出来非常好笑。对啊，不确定，就是在医生的耳朵里面就听到是臭臭之类的。对，他会不吃之类的，拉臭臭之类的。因为你不会去台湾医生那边跟他说他拉臭臭，对你会知道他大号或大便。对啊，怎么办？对，这些字我还不会呢。好，那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就是推荐一些工商时间，没有啦，我们没有接业配，我们也欢迎哦。我就觉得有带小孩来非常必备的一些，你们到必备是来这边之后，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来这边后觉得真的很实用的。对，我们在台湾可能不一定用，因为这也太佛系看诊了，所以你有一些自己的法宝会比较舒服。对，在台湾原则上就是去看医生啊，你有孩子怎么样，你就去看一个医生，然后拿个备药回来，就很容易看到医生，然后也很容易得到一个沟通，然后得到一个确认，对，得到一个回应这样子。那来这边之前，如果还在台湾的爸妈们，强烈推荐，也是朋友推荐给我的这个吸鼻器知母石，我们没有业配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款超好用。我们在台湾很少用吸鼻器，但是我们快来之前刚好2个小朋友，他们都会因为鼻涕，然后倒流，然后到喉咙，
发炎，然后他就发烧。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之前是用那个，我们那时候孩子出生的医院会给那种小小的，然后用吸球的那种吸，然后也有听到朋友说电动的。后来朋友就是一轮下来，蛮多人推荐这个。那个知母是这个，它其实原来这个头不是这个样子，大家看到吗？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它是提供是这个版本的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觉得小朋友的，因为他鼻孔比较小，这个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用。这个就是它这个设计比较容易进去小朋友的鼻孔里面，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吸。然后它就是用手按压式的方法。我觉得唯一缺点大概就是手很酸，因为它这需要有点大力，但蛮有成就感。那个鼻涕吸出来对，鼻涕像狗狗的样子，其实还蛮有成就感。这样就可以避免它鼻子里面的鼻涕倒流到喉咙，造成更大的发炎，然后发烧。对，你就是可以在前期做一个处理啊。对。那当然，大家如果什么蒸汽、什么热水弄鼻子那些，其实大家也可以做了。然后另外一款，我觉得来这边，尤其这2个月，很容易喉咙痛又很难好。我们就在那个一般越来越想卖药。荷兰的超市就有在卖，荷兰的药妆店就有在卖这一款这个牌子的。然后还有这是小朋友的，这边有写 for Kindle， 这就是给小孩用的。然后这是肺部的，这有肺部的，还有分一个这个喉咙版的，这个也有大人的，药效可能就是大人比较强一点。这2款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好用，把它想成好吃版的川贝枇杷膏。对，有一个是糖浆的，对，糖浆好像是喉咙这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液体的，那里面都有附那个就是勺子跟，但都蛮好吃的，我觉得。小朋友的啦，因为一个草莓口味嘛，就甜甜的。对，但它不会有那个药味，它不会像它的药还是有啦。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啦。是哦，我觉得还是有啊，只是比较好吃而已。对啊，但他们接受度还蛮高的。我们家小宝没有啊。他没有吃哦，他真不是含了一口进去。没有啊，是硬灌的。有一个是那个川贝枇杷膏，就看起来这个看起来黑黑的，很像糖浆啊。这一款对啊，这一款就是很像糖浆，然后又黑黑的，小朋友看了不一定喜欢吃这一款。那这2款推荐给大家，在荷兰一般药局 Atos、Kruidvat， 都买得到，还蛮容易买的。希望大家的小孩都健健康康的。对，我其实蛮辛苦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就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